为台湾人当然要支持台股，投资美股是在崇洋媚外吗？而且万一钱汇不回来就惨了。台湾产业那么少，你平常吃的麦当劳、用的 iPhone 都是来自美国，当然投资美股更安心啊。以上的对话是台股、美股投资者常常在争论的话题，到底是投资台股更好，还是投资美股更好呢？因此，本期影片就以比较能代表台湾市场的0050与比较能代表美国市场的 ETF SPY 来跟大家聊聊。第一，认识两者的基本资料里面包含哪些成分股；二，这两者的报酬率比较；以及第三，台股与美股其他优劣势比较。如果你打算开始透过投资累积资产，或者想了解这两者中哪一种更适合自己，就看下去吧。首先，第一部分是成分股比较。我们先来了解台股的0050，这是一档追踪台湾50指数的股票型基金。这档 ETF 会跟着台湾50的指数去操作，其中的50代表台湾股市中市值前50大的公司。不过，因为每间公司的市值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所以这档 ETF 的成分股也会定期更新。基金管理公司累计会定期审核，当已经不符合市值前50大的公司剔除，再加入新的成分股。那以上我们根据元大的官网截至2024年11月的数据，目前0050的前5大成分股分别为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台达电以及广达。其中公司占比第一名的台积电，它持股的权重就占了0050的56% 左右，已经超过了一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买进0050几乎就等于买进台积电。那我们进一步来分析0050这50家公司分别来自哪些产业，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0050中有超过一半都是电子半导体产业，而第二名的金融保险产业大概只占10几%左右。因此，如果我们想靠0050这档 ETF 来分散风险，感觉本质上投资组合还是以电子半导体产业为主。那大约了解完0050的成分股后，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看看美股的大盘吧。追踪美股前500大企业的 SPY 是由 SPDR 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美国第一支也是历史最悠久的 ETF。它追踪的 S&P 500指数，其中的500顾名思义就是指美股前500大的公司。那截至2024年11月，标普500指数名单上最大的5家公司，按权重高低依次为 NVIDIA、苹果、亚马逊、微软以及这个 Google 的母公司，其中占比第一名的 NVIDIA 也只占了7% 多，跟0050台积电一枝独秀有明显的差别。那我们一样进一步来分析 SPY 这500家公司分别来自哪些产业。从这里可以看到 SPY 的产业分布中，占最大比例的行业是像是电子、资讯、科技类股，大约占比30% 左右，其次大概是金融、非必需消费品、医疗保健等等。所以看起来 SPY 的产业组成分布比较广泛，好像没有像0050集中在某一个特定产业的现象。那了解完0050与 SPY 的成分股，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台股的0050相较于美股的 SPY 产业相对较少，资源也相对集中在电子半导体产业。因此，如果以分散风险的角度来考量，来投资 ETF 的话，SPY 似乎略胜一筹。那看到这里，许多人可能会想，分散风险固然很重要，但其实我更想了解投资报酬率究竟怎么样吧。OK， 那下面我们就来了解这两者的报酬率哪一个更好呢？首先我先说明，因为每个人投资方式、进场时机点不同，定期定额投入的资金也不同，因此我们先假设两边都以每月定期定额投入1万元，持续长期投入10年的情况下，两者的报酬率究竟有哪些差别呢？所以以上的内容我们只是使用网络上的报酬率计算机试算看看。首先我们试算0050，在这里标的代码我们打上0050，然后因为我们假设10年嘛，所以开始扣款日我们设定在2014年1月1号好了，那赎回日也就是差不多今天的位置。那每月扣款日随便先设定为1日好了，每次扣款金额是1万元台币。那鼓励是否再投资，先选是。手续汇方式我们先点选买卖捐收好了，然后按下试算。OK， 试算结果出来了，这10年间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9% 左右。看到这个数字其实还不错吧？因为请别忘记我们前面假设一个完全不懂投资的人，每月1号就是固定的买进0050，不判断高低点，单纯纪律的买下去买10年的话，就能拥有这样将近10%的报酬率。这样的成绩应该算很不错的吧？有一些波段投机者可能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报酬率。
那接着我们计算 SPY 的报酬率，说以刚刚完全相同的条件后，计算出来这10年间总报酬率大概是145%，年报酬率大概有8%多。OK， 那计算出来的结果其实也差不多，但硬要比刚刚0050报酬率似乎更好那这样钱好像留在台湾投资就可以了但其实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我们刚刚比较两者 ETF 成分股的时候，有发现当台积电占超过0050的一半嘛，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就代表假如有一天台积电因为各种因素跌落神坛了，我是说假如，我自己也不希望，那是不是连带有购买0050的人报酬率也会大受影响呢？就是0050有超过70%都是电子半导体产业，假如某几年台湾这个产业因为受到某些因素被打压受影响，那是不是也会大大的影响自己的资产呢？这个我们在心中打一个问号。当然以上这只是万一，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的话，先就刚刚的报酬率来看，定期定额在0050或许是不错的选择。影片看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想，那既然报酬率相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可以比较看看台股以及美股其他的优缺点呢？是的，以上的计算只包含股息在内的报酬率，但其实投资还有许多眉眉角角，包含手续费、交易税、股息税、汇差等等，这些细节如果没有注意到，其实都很可能默默的降低我们的报酬率。因此接下来的内容我们来谈谈关于台股与美股的优缺点与特性比较，方便你思考哪种标的更适合自己。第一是开户方便度，台股开户相对比较简单嘛，毕竟全中文的界面，依照指示很快就能开启证券户。而美股的部分，许多人可能会觉得看不懂英文很难投资，但其实海外3大券商 First Trade、嘉信证券跟 IB 银投几乎都有中文界面能开户及下单了。以我自己使用的嘉信证券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不止整个网站几乎都是中文，开户后用来下单的软体也可以选择中文。当然如果你还是担心，也可以透过台湾银行用付委托的方式投资美股，是相较于直接跟券商开户，自然会被多抽一层手续费，那就看个人如何考量。第二 ETF 管理费以及交易手续费，目前投资台股0050的管理费用，根据元大官网的资料，需要支付经理费与保管费合计约 0.355%， 而如果投资 SPY， 发行它的 SPDR 公司一样会收管理费，大概是 0.09%， 这个费用大概只有0050的1/4。那关于交易手续费的部分，0050标准手续费跟买股票一样，都是总价金的 0.1425%， 但因为每家券商也时常推出不同的手续费优惠，所以这个手续费并不总是固定金额。而美股的交易手续费部分，目前就我所知，3大海外券商中有2家是零手续费，对投资新手算蛮友善的。至于第三部分股息税与股息再投入的部分，有许多投资人会在乎课税问题，因为台湾的税法牵扯到股税合一、股税分离、免税额或二代健保等话题，我们这里就不深入讨论了。简单来说，投资台湾0050获得的配息跟 SPY 获得的配息都需要缴税，只有0050是交给台湾政府，而 SPY 是交给美国政府。那如果想投资 SPY， 也不用担心缴税给美国要报税很复杂，因为股息会在你进入你的账户之前就会直接被自动扣掉，所以投资人不需要额外做报税的动作。而股息再投入对想要长期复利的投资人是很重要的动作。台股跟美股有许多券商都可以设定股息再投入，只是台股有许多券商这个再投入的动作一样会收手续费，而美股就我所知，嘉信证券对于股息再投入也是免收手续费。至于其他优缺点就比较主观了，像是股市是否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或者自己是否对 ETF 里面的企业有信心可以稳定获利10年甚至20年以上。因为这些因素虽然短期看似对我们的资产不会有什么影响，暂时也可能不会影响我们的报酬率，但因为我们最开始的目标是想要长期投资嘛，想要让资产越滚越多，这些因素长期是否会影响我们的资产安全，就保留给大家自行判断了。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台股0050与美股 SPY 的成分股报酬率以及其他优劣势的比较，希望能帮助新手投资人挑选适合自己的投资标的。看到这里的大概都是对投资很有兴趣的朋友吧，因此最后我想分享我个人对于台美股的看法。我认为美股拥有全球最大的企业和稳健的成长机会，还蛮适合长期投资跟多元布局。台股虽然产业比较少，但在半导体等产业也是具有独特的优势，对于喜欢挑战与高回报的投资者来说，或许这里也很有机会。因此我想表达的是，投资前
前，我们应该先厘清自己的目标跟偏好，再选择合适的资产配置与投资策略。或许这才是累积资产最关键的因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分享我对于台美股 ETF 的看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投资理财或自媒体经营的内容，也可以在下方链接预约我的对谈。另外，我还写了一本6大被动收入报告，里面记录了24种常见的被动收入变现逻辑，也可以在那里领取。最后，感谢你们的耐心观看。如果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按赞订阅。有其他想法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下次见，拜拜。